to take you to Trevor. My name is Hannah. 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. 我们今天去哪里？我们要去 Disneyland 的城堡。对，我们来到了德南的最重要的一个景点——新天鹅堡，它就在这边。那边要爬山，可是不会很累，只有30分钟而已。当初迪士尼在创造这个影片的时候，他们所用的这个城堡的原型呢，就是这个新天鹅堡。那因为它上面是不能骑车、不能开车上去的，我们现在在这边 information 这边，然后要先在下面这里买票。再来呢，我们主要的话是要去这个新天鹅堡。那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们还会再去旁边的这个高天鹅堡。这个都是当初德国的国王路德维希2世这个浪漫的国王所建设的这个城堡。听说这个是要送给他的男朋友的。上山前要先在这边买票，而且还要预约。我们现在看可不可以预约到10点20分的这一场，先继续看一下。我现在拿到票了，跟大家说一下，因为它是可以在网络上预约的。昨天看的时候应该是还有10点20的，结果现在来的时候只剩下11点40，当场预约就没有比较好的时间，所以我们还要再等大概1个半小时才可以进去。那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如果想要预约的话，可以直接从这个天鹅堡的这个网站这边按进去，然后选这个 Buy Ticket， 这里就有一个 Online Shop， 这是我刚刚已经先选好的了。来的话就是会进来这个画面，你如果是只有天鹅堡就是1个，那如果2个都有的话就都要个别预约。再来，我们是3个人，那这边就可以选你的日期啊，下面有你的时间点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这个11点40的。如果选择 Audio Guide 的话，它就是可以有中文的讲解哦。但如果说你知道真人导览的话，只有德文跟英文的，所以大家就可以自己选择啦。那我们现在要继续上山喽！哇，上山了 ，Go Go Go！ 上山大家可以选择你是要走路上去呢，还是坐马车上去都是可以的。我们要走这边上天鹅堡的方向。跟着妈妈一起走，那因为我们的时间还算很早，所以我们就直接走路上去就好了。我要去高天鹅堡的，就在这边黄色的这一边，从这条路上去。一般来说都会先去新天鹅堡，有时间再来高天鹅堡，因为新天鹅堡才是比较重要的景点。注意哦，你一定要先买好票才可以上山，不然它下面是没有在卖票的。这就是我们刚才也看到拍的那一台，它已经下山了，我们还在走，它已经回去了。那如果坐马车的话，上去的票好像是8块还是9块，那下来的话是半价，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斟酌选择咯。到了哪里？在那边啊！好大哦！迪士尼的城堡到了。Information 那边走到天鹅堡的这个看台区，这里大概只要33分钟，然后还包含了我们一路拍照啊、拍影片的时间。想必大家如果是脚程还算中等的，应该不用30分钟就可以到达了。那如果脚程快的话，可能甚至20分钟就可以到达天鹅堡这边了。看一下，从这个角度看下去，是不是非常不真实啊？我们竟然就在这个童话故事里面的这个城堡外面了。可惜今天的天气不是很美丽，都是灰灰的。如果是蓝天白云呢，好天气来的时候拍起来一定会更赞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，这边的风景也很漂亮哦。这
这个当初的国王就是非常的享受，直接可以从城堡看到这一片这么大的一个湖泊，然后这里全部都是绿油油的一片草地，非常的漂亮。那我们就要准备进城堡了。我们要进城堡了。刷那个。我觉得整个新天鹅堡的模型啊，是不是超美的？我们现在已经结束了新天鹅堡的导览了，看一下这里就是国王可以直接俯瞰整个很漂亮的风景，这边就是山，另外一边是田园。城堡里面呢是完全都不能拍照啊、录影的，所以我们只能静静的听导览而已。从天鹅堡下来，没想到我们已经爬那么高了。我们已经逛完了整个新天鹅堡了。那它里面呢，主要就是有一开始进去是一间仆人的房间，那它最主要呢就是有国王的房间啊，还有他的书房，以及他的当朝的时候要去办公的地方。然后还有一个算是还 OK 啦，就是小小的一个礼拜堂，一般在这种皇室的城堡里面都会出现。对，那其实大家来的时候不要太期待，我觉得它的里面的装潢没有像我们在慕尼黑看到的皇宫那么惊艳，不过它里面就是比较典雅浪漫的这种形态。那我们整个新天鹅堡这边就结束了，我们再带大家去下一个城堡吧。走，我们现在又来到了一个新的皇宫了，这是距离天鹅堡大概50分钟的车程。这个一样是出自于路德维希2世的他的城堡之一。这个皇宫它跟刚刚的新天鹅堡一样，应该是不能拍照录影的。那我先进去参观，等下再跟大家说一下里面有什么好玩的。走吧。逛完了这个林德霍夫宫了，它是这样小小的一间，外表其实看起来不怎么起眼的一间小皇宫，但是我推荐大家一定要来看看这一间，这一间比我们之前在慕尼黑看过的皇宫都还要更惊艳，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。然后在里面很漂亮，然后我跟你讲一个 secret， 就是它那个 stairs 那里有墙壁。然后它那里有一个 hole， 你要把钥匙打开，那就是门那个墙壁。有一个 secret door， 这个就是留到你们来了之后再自己去探讨啦。它这间皇宫的造型全部都是这种巴洛克式的洛可可风的这种造型，非常的华丽。那这一间也是唯一一间他所建造的皇宫，是他有自己亲身待过的。在他快要去世的那几年，他每年的8月的时候都会来这边，就是度过整个炎热的夏天。皇宫的正对面，这里也有一个希腊的小圆顶的这种神殿，它这个就是坐落的整个花园的最上方。频道的朋友，麻烦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日后会有更多有趣好玩的影片跟大家分享哦。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. Bye bye.